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个能量状态哦。首先呢，选到这一组的朋友哦，感觉上在过去的这几年，可能集中在过去的这一年哦，你们生命中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比较大的一个变动。那有些朋友你们像是比较被动的去因应，就是你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些让你措手不及的变化，那你们会觉得你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在应付当前环境的一个变化，有些时候你们的时间被切割的比较零碎，照顾自己的时间变得比较少。那有一个能量是当前你所处的这个家庭的状态，或者是说工作环境，好像有一点跟你本身的理想，跟你本身的个性是不是那么的相符的。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你们可能本身是喜欢比较一个安逸跟稳定的环境，但是你当下的那个工作气氛，它是一个这个组织文化，它比较需要去竞争，或者它比较需要去抢风头，它比较需要去进行一些比较复杂的这种人际关系，甚至是一些组织里面的内斗。好，那其实你们在当前的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可能为了自保，或者说你为了符合这个职场的游戏规则，你也是融入，你也是去做，但是其实你们并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环境，你常常觉得很不适应，或者说很格格不入。那其实这一组的朋友你过去曾经有经历过一些事情，就是你们之前也辛苦了一段时间。对你来说其实工作对你来说其实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只要我的经济状况是 OK 的，能不工作就不工作，或者是说如果目前的财务状况是可以的，你不用担心金钱的话，其实你很想要当下立马去转换跑道，转换成是一个你喜欢的，或者说比较轻松的，比较可能不用轮班，能够去兼顾家庭兼顾生活的一个环境，就是走到当前的这个状态其实你们更想要的是工作跟生活平衡，就是不能为了工作连健康都不要了。好，那如果你们当前没有办法去达成一个平衡的话，很可能真的是因为你处在的那个环境周遭的人就是给你很大的压力，或者说你看到大家都在往前走，整个时代的氛围使你也不敢停下脚步来。而且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资质天赋跟能力还不错，所以你们可能就不知不觉的在某个领域中有了还不错的成果，有了一些小小的积累，也因此承揽了更多的责任，更多的压力。那你会觉得我都已经付出了这么多，要去推翻，或说要去放弃这些，好像有一点可惜。但是其实你心里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告诉自己说，如果财务状况是 OK 的，如果没有后顾之忧的话，其实你真的很想要照你的这种遵从你的内心的声音去发挥你的特长。那因为你们本身刚刚说过，你们是有资质的，你们是有天赋的，而且这个资质天赋可能是分散在2-3个方面，就是你们可能2-3个方面都可以去做得好。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很多人在一个领域中要做得好，或者说可以做下去，就已经不是这么容易了，所以他们找到一份工作，他们就是可以这样子一直持续的做下去，他可能也没有太多的选择，或是没有想太多。可是你们这一组我觉得你们脑袋瓜常常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想法在冒出来，比如说你要不要换工作，你要不要转调，你要不要自己独立出来做好，你要不要自己创建属于自己的团队等等，你们内心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那是因为你们本身是有能力的，你们可以去想，你们可以去选择，你们可以去考量不同的道路。而且这一组有的时候我觉得你们
对于情绪啊，就是你们容易去想比较多，或是想比较细，然后想比较细的时候，可能就会像一些比较负面啊、一些风险的一些小细节，你们都会没有办法控制的去想。这样子的想也是一个理智客观的去想，可是我觉得你们有的时候会好像让自己想比较多，然后心情就是想到一些比较负面的地方的时候，心情状态会比较不好，或者是因此而裹足不前。可能你们前期都查好了很多的资料，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可是想到了什么样的状况，好像心里又会稍稍的，就是有一些拉扯，有一些后退。好，那这一组的朋友如果你们有一些人，你是已经有组建家庭，或是预计要组建家庭，有另外一半预计要组建家庭的话，我看到你们蛮大一个程度，你会以家庭的整个状况为考量，就是你在于你未来的这个工作啊，你会很希望说，刚刚说过嘛，工作跟生活可以更加的平衡。你希望说，你下班回家是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跟家人相处，或是说，你下班回家是可以自己煮晚餐，或自己带明天的便当，或是说，有休假的时间是可以一起跟家人出去玩，跟你的伴侣出去玩等等的。你们很大一个程度真的是不想要只为了工作，那个你就会变成觉得说每一天只为了生存而活着，你希望更加的平衡。那此外，感觉上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并不是这么的容易去相信别人。你们是好相处的，可是很难有人真正的走入你的内心。其实你们常常都觉得自己好像是孤立无援的，你们不大容易去求助，因为很多事情你觉得可以自己做，就自己去完成，你也不大想要去麻烦别人。第一个是麻烦别人，你不大确定别人做的品质会是怎么样，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大一个程度，你们很害怕麻烦别人之后他会去拒绝你，那个会带来一个很深的一个失望，所以你干脆就是不想要去麻烦别人，你就是自己来，你觉得这样子比较快，然后对你来说也比较没有人际上的一个压力。好，那这边还有一个讯息是，我觉得你们好像一直以来都在寻找一个答案。比如说呢，你们一直在问为什么，在感情中你们在问为什么，就是说你们想要找一个答案，比如要怎么样才能够幸福，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找到对的人，眼前的这个人是不是对的人呢？或者是说在事业中你想要去寻找一个答案，要怎么利用我本身的这个技能去赚到我所需要的钱，而且让我在上班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不要感觉到每天都好像压力很大，好像在卖命。就是这一组的朋友啊，你在人生中真的是一直在寻找答案，在解答这个答案之后，其实你们又马上会冒出来下一个需要解决的一个情境，而且很多时候你真的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是只能靠自己的，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走到你身边，走到你心里，跟你一起并肩作战。但是你们心里确实是期盼这件事情，你心里是期盼有一个人可以理解你，而且是真正的懂你，真正的跟你站在同一个阵线。好，那基本上啊，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绝对是属于有故事的人，有故事可以说的。过去在你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啊，我觉得都可以写成一本剧本或是一本小说。这个剧本这个小说翻开来，里面可能是你们的血泪斑斑，就是你们走过的路，尝过的苦，很多东西可以去说，很多东西可以去发挥。而此时此刻，在现在这个当下，你们真的非常想要获得一个自由，你们的心很渴望获得自由，时间上的自由，财富上的自由。
那有些朋友你可能会觉得你要先有财富上的自由才能够达成时间上的自由，但事实上抽到这一组的很多人，你们的财务上某种程度而言已经可以达到一个自给自足的一个状态，或是说不用太过担忧，是可以去满足你那种就是基本的这种日常生活所需。但是其实你们很容易去跟周遭的人做一个评比，就是当你自己上升到另外一个圈层之后，其实你想要的人，你想要的东西就会更多。所以财富自由这件事情好像不单单只是一个数字，它还有一个无形的一个价值，无形的一个框架。有些人你们真的其实不是没有钱，而更多的是你放不下，因为你身边的人都在过着某种形态的生活，追求某种形态的一个价值观，你很难去脱离，从那个状态中脱身。可能你身边的伴侣也都在追求某一个更多更好的一个价值观，所以你很难说完完全全的放下去走你真正所想要走的路。你们真的是很有自己想法的一组人，而且你们过去也尝试去走了，但是你走的这条路，你过去走的这一条路，你会发现其实有一些阻碍。可能有些朋友你们遇到阻碍的时候，你就退回来，回到你比较觉得原本那个比较安全的状态，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你在经济上是需要依赖你的另外一半，或者说他赚的钱比较多，或者说你需要依赖某一个公司某一个组织，那你尝试自己独立去做，但是中间遇到一些比较不是这么顺利的状况，你可能又会暂时退回来，先休息一下再去思考。好，那其实宇宙想要告诉你们的事情就是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不管走哪一条路，其实最后很大一个程度都可以去通往成功。其实你们更适合的是你们去发展自己的一个内心所要追求的小事业，因为其实人和就是人际的相处对你们来说会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点。那如果说撇去这一块，就是你不用去处理这一块的话，其实你单就你们的能力而言我觉得是绝对足够的。所以如果你自己的行业是可以适合发展成独立的这种小的工作室，或者说你的这个单位是不需要有这么多的人际上的一个互动的话，我觉得对你们此时此刻的状态来说是好的。那我讲的这个互动比较像是我前面说的这个恶性的这个竞争如果减少这些状况对你们来说其实是好的。那另外这一组的朋友，宇宙这边有一个能量想要告诉你说，就是你们必须要弄清楚你们真心所想要的成功是什么。因为你们10几岁、20几岁所追求的那个人生愿景，可能跟你30几岁、40几岁、50几岁的那个想法不同，会改变的。所以你们在前进的过程中，你的能量或者说你的这个目标也需要不断的去调整，就是做一些微调，做出一个更符合当下、更符合现在这个时刻的一些细部的调整。不然的话，你们很可能会到达目的地之后才发现，这个目的地跟我原本所想要的不一样，或者说你达到了你以前想要去的地方，可是你此時此刻的心境已经有一些变化，那个已经不是你最想要的事情了。所以这个是宇宙邀请你们去看、去调整你的人生愿景以及你前进的这个目标好，这个是你们过去到现在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宇宙要给你们什么好消息。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在人生哪一方面会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好，那首先呢，我们再看一下整体能量的状况。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比较像是稳中求胜，就是你们的能量是非常好的，在未来这一年，你们是一个非常闪耀、充满光辉的一个能量哦。那在这个人际关系上，我看见有一些朋友哦，你们会跟一个人就是发展成一个长期的友伴的关系。而且呢，你跟这个人之前是有过故事的，你们可能还有过争执，或者是说有过一些拉扯。我看见在新的一年啊，你们会对于关系中的谁对谁错这件事情，不再去追寻一个答案，因为你们好像突然明白说，其实每一个人的立场不同，所以你觉得他有问题，他还可能觉得是你的想法有问题，就是这样子去追对错的话，其实最后啊，你们都没有办法达到共识，只会听到不一样的答案。那你好像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呢，你为了要跟这个人更好的携手走到未来哦，你们会去放下一些过去的事情，可能是原谅，可能就是你已经不在意了，你已经觉得过去了。那你会发现，他跟你一起能够走到未来，并且继续走下去，这个是一件很值得珍惜、很珍贵的一件事情。它比你们再去争一些小细节的对错更重要。而且这一组的朋友啊，感觉上你们的关系，你们在人际互动上有更多的一个喘息的空间。不是想要去占有一个人，或者说依赖一个人，而是你明白说，当那个人在一个每一个人的人生状态不同嘛。如果这一组的朋友你遇到一个人，他当下的这个状态哦，我举例啦，某一些朋友，少部分的朋友，如果他当下的状态不是这么适合发展感情哦，我觉得你们会去明白，这个不见得是你们本身不好，他不喜欢你，而是当下的这个时间点，对方的心思可能更集中专注在他处理他自己的人生议题，都焦头烂额了，他的工作，他的金钱。我觉得你会去对于这样子的关系，你能够去明白你们的能量的连接可以以一个不同的形式发展下去。你不会说一定要切得很死，就是你当下没有给我一个结论，我们这段关系就是完了，就是拜拜了。事实上，你们两个的能量啊，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你想要去珍惜的人，就是能量的状况，他有比较聚合的时候，也有比较淡的时候。如果对方现在正在焦头烂额，正在很忙碌的处理他人生中的一些状况的时候，其实他在情感的连接或者说关注度真的是比较少。可是我觉得你们能够去明白这件事情，然后你能够去珍惜对方，甚至是祝福对方，然后先去观看对方当下的那个状态，其实这个就预留了一个你们未来发展的空间，而不是觉得自己里面很受伤，自己好像被遗弃了，自己好像被不尊重的感觉。好，那另外啊，有些朋友我看见你们将会去建立一些在人生中比较功能性跟比较目的性的一个关系哦。那比如说你必须跟一个人合伙共同处理金钱的事情，或者是说在公司的团队上，你需要跟别人维持一个这种办公室的情谊，以便你们的运作可以就是这种任务的交办可以更加的顺利。或者是有些朋友你在当前的职场状态，你想要去更好的一个发挥，或者是说你想要跳出来自己做等等的，你们需要去请益一些前辈，你们需要去好像挖掘一些资料等等，那会有人去牵线，就是这些关系它是目的性为主的，然后你们确确实实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最后啊，你们要往更好的方向走，就是
如果你们从别人身上拿了好处之后，也要懂得在不同的地方去回馈给对方。就是新的一年我觉得你们去有心建立的这种目的性的关系，就是你因为要去做什么而去跟这个人连结，或者说你因为要去学习什么事情而去认识某一个人，这些东西其实这个关系或者说这个目的是可以达到的，只是在这个目的结束之后，大家要记得也要给对方一些感谢跟回馈。好，那如果这一组的朋友过去如果你和某个人有什么样子的纠纷，特别是涉及这种损失赔偿或是跟金钱相关的这个纠纷的话，很大一个程度你们可以好好的去处理这件事情，往和解或者说往和谈的方向走，两个人都能够去达成一个满足的状况，就是两个人能够去谈和。那首先要达到这件事情，宇宙也有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稍微去退一点点，不是说要退到你的底线之后，你退一点点，就是做一点点让步，其实最后它让你省下的时间精力，或者是说你可以节省的，就是整体的这个金钱反而会是更多的。好，接下来有一个很大的祝福的能量要给你们，就是丰盛宇宙它会去供应你的所需，就是这一组的朋友在新的一年，你们不会有那种青黄不接的一个状态。当你觉得匮乏的时候，宇宙会用不同的方式递给你橄榄枝，去给你一些资源，帮助你度过这种寒冬，帮助你度过比较艰困的时期，甚至你们最后我觉得可以迎来那种丰盛的盛宴时光，你们还可以去宴请很多的朋友。那这一组的朋友其实有一个讯息是，你们去看看你们身边，或者说你看看你周遭，很多时候当你去感激你已经拥有的时候，你就不会好像再去觉得你自己的内心是很空洞很空虚的，想要更多。这一组的朋友，我不觉得你们真的是那种什么都没有，真的是那种连吃饭都有困难的情况，而是你们有一点被当下的那个社会氛围所影响，就觉得说好像我没有什么东西，没有达到什么样子的状况，就是匮乏的。其实你们的能量里面是丰盛的，也是受到宇宙所祝福的，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不用去害怕。我看到新的一年你们会慢慢的去消除周遭的人给你带来的杂音，以及周遭的人的那一些意见，可能过去这些东西它是会分散你的注意力，但是接下来你们会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光，你真的会是往内看，你会给你自己认同感，你会真正的了解到自己。如果你们过去比较习惯去依赖别人的指引的话，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接下来你们会去开始掌权，拿起你的力量，拿起你的盾牌，你去给自己打造一个比较安全舒适的空间，并且真正的去了解你是谁，而是不受到他人的评价所影响。如果你们过去很害怕被拒绝，然后或者是因为害怕被拒绝，很努力的想要去取悦他人的话呢，接下来宇宙想要让你展现的生活，就是你们不会再借由跟别人的互动、别人的留言、别人的按赞、别人的评价来定义你自己，你们就会看见，真的是看见你自己身上的优势跟独特，你们很重要。然后宇宙给你这一段时间独处的时间，第一个就是你们生活
可能工作过度、压力过大，你真的需要这段时间来休息、来充电。那这段时间我觉得也是给你们来发现你自己。很多朋友可能是转职跟转职之间的空档，或者是说你们去请了一个长假，就是感觉上你们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休息时间，真的是可以放松的，甚至你们可以去规划一个稍微长一点的旅途。宇宙会给你这样子的时间，在这样子的时间，你们不用再去照顾很多人，你们会先去选择关注自己的精力，抽出时间来照顾自己，其实反而是对你跟你所爱的人是有益的，是有益处的。你们会对于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精力越来越尊重，不会很廉价的把它售出去。事实上，我觉得你们不再害怕，或者说你们不会觉得说一个人的状况是孤独的、寂寞的，你不会把这个标签跟一个人连接在一起。相反的，你一个人的时候是很快乐的、很愉悦的，你会更喜欢自己跟自己的陪伴。比如说你自己去买东西，自己在一个舒服的角落看看书等等，自己为自己泡一杯茶等等的，你们会非常喜欢这样子的时光。好，那这一组的朋友啊，另外在新的一年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会有一种好像意外之财或是意外的好消息。这个意外就是真的是你在你预料之外的事情，比如说你们去申请一个什么样子的学校，对于那个学校你本来可能就是不抱录取的希望，或者是说你觉得以你现在的实力没有办法取得什么样子的一个资格，但是呢很可能因为前面的人放弃或退出，或是因为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以至于他不能够来了，或者说他要退出那个团队那个计划等等的，所以你们就递补上去了，你们就成功的加入到你想要去的团队，或者是说你成功的转到你想要去的那个内部的一个单位，或者说你成功的递补上一个你很想要的学校，就是你本来以为你只能就是擦边，你只能去梦想，就是因为你觉得你现在的实力还没有到达，可是你就真的可以去进去，可以录取。那有些朋友，这个意外的好消息是发生在你的伴侣身上，可能你的伴侣被升职了，原本要提拔的那个人因为后来长上面的人有什么样子的考量，或者是真的是一些跟工作能力无关的其他的因素，他不能去了，然后以至于你的伴侣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这个机会会真的是实质的给你们的家庭的收入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那你们还可能会有复数以上的选择，可能真的是因为这个好消息来得很意外、很突然，它跟你原本的规划不一样，也就是说你的人生路途中、人生方向中多了一个选择，而且对你来说可能是更好、更期待的那个选择。还有如果是单身的朋友啊，你们在新的一年会有桃花，而且会有2个以上的一个桃花可以跟你发展暧昧，或者说供你选择。那要怎么选择呢？其实宇宙的小提醒是你去看这个人怎么样使用金钱，他使用金钱的方式，他处理金钱的方式，或是说你在跟他的金钱分配是不是令你觉得舒服的。如果是的话，你可以再跟他深入的了解，深入的就是讨论一些有关于未来要怎么走。同样的在有些朋友，如果你在面临工作伙伴的一个选择，合作对象的选择的时候宇宙也是要提醒你们去看这个人过去他是怎么样处理他自己的财务状况，或是他在跟别人合作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的在处理双方的那个金流的往来，是比较积极还是比较消极，是比较仔细的还是比较散漫的，注意一下这个细节，会让你们的合作更加的顺利。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我看见你们其实被很多的爱包围着，你的祖先、你的指导灵、你的守护天使，
其实它都在你周遭看照着你。在新的一年呢，你们的内在绝对会发生一个很强烈的改变。就像刚刚说的，你们会更加拿回你自己的主导权，更加相信你自己的能量。而且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啊，你周遭是有人在保护着你的。所以我看见你们正在显化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关系，以爱为基础的一个关系，或者是说以丰盛为基础的一个事业。在新的一年跟你做的这个连结的人啊，他都可以感受到你们身上强大的爱的特质，强大的这种像磁铁一样可以吸引别人来帮助你的一个特质。刚刚说过嘛，你们会去建立一些很有目的性的一个关系，然后这个目的性的关系它会帮助你完成一些事情。可是对方为什么要帮助你呢？我觉得真的是你们本身的能量，你的高我，你的这个源头啊，散发出来的感觉是舒服的。不然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这些贵人他有很多的资源，他为什么要选择你？为什么要去提拔你？或者说为什么要把这个秘密，这个成功的秘诀告诉你呢？真的是你们本身内在转换后的这个能量感动了他，也感染了他。那你们其实是很能够去爱人的一个人，你们也是很能够去照顾你们身边的人的一个能量。特别是如果你们过去在感情中有一些失丧，就是有一些，如果你们有亲人离开，或者是说远走，或者是说感情破裂撕裂这样子的经验啊，其实回归到你们自己，你们会更懂得同理，你们的心会更加的柔软。所以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我觉得你们遇到值得珍惜的人，或是说可能可以跟你牵手的人，可能会是你未来伴侣的人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的心态上会更加的柔和。很多时候在你们年轻的时候，如果身上有一些刺的话，有一些防备的话，那个东西已经慢慢的被转化掉了。你们在新的一年啊，能量上是非常温柔的，非常柔和的。我觉得可能你们已经渐渐的在完成一个自我疗愈的能量。前面啊，那个伤口，你人生中的伤口，血泪斑斑的伤口，让你启动了，或者说让你开始进入了初阶的灵性的疗愈的旅程。那我看见你们第一个阶段的疗愈已经慢慢的完成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你们疗愈完之后啊，这个能量是会往外扩的，会去爆发出来的，会去影响到身边的人的。所以你们很可能也会成为别人的一个贵人。在你身边呢，将会有一群属于你的忠心的支持者或忠心的伙伴，或者说你建立的这个品牌是有人追随的，有人支持的。你成立的这个频道啊，或者说你成立的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你卖的这个产品啊，是会受到好评的。有的人就是真的是因为你这个人，所以他想要支持你，他想要跟你合作，他想要跟你交流，因为他信任你，他信任你的产出，信任你这个做出来的一个品质。看到你们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而在你达成你梦想的路途中啊，你的指导灵绝对会为你开路，会为你铲除一些负能量、不好的能量，让你可以专心的前往你的目标，前往你的目的地。所以我觉得在新的一年，真的很多事情会变得更加容易，因为那个重担被拿走了。不管这个是外在加诸给你，或者说你自己心理上给你自己的压力，这些东西被拿走了。可能你过去都是扛着很重的石头在走路，现在这个石头被拿走了，然后你们的脚上的这个鞋子还被装了火箭，所以这个动力是非常的快的，可以一下子就往前冲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过去你觉得落后的部分啊，新的一年就是你会觉得很踏实，而且能够急起直追。
你可能过去只能看到别人的车尾灯，现在就是很轻易的可以超过他们，变成别人要来看你的车尾灯了。在这个新的一年啊，新的旅途中，你们会收获事业上的一个丰盛，物质上的一个丰盛。因为物质上的这个丰盛成熟，你们的心态也会更加的安稳，更加的安定，甚至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你的心态安稳安定，得到了物质上更多的丰盛，而这个丰盛又让你的心可以更定，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正向的循环。而过去啊，牵绊住你、拖累你的能量啊，在接下来的这个大运中啊，其实太阳的能量会让你去看见一切的真实，一切的真相。你会很清楚的明白你应该要在哪一方面做断舍离。很多朋友，你甚至会去明白一些事情，就是你过去跟某一个人的错过，或者说过去没有进入到某一个职场体系、某一个环境，就是你错失的那个机会，你会发现原来其实对你自己是好的，就是你去看见这个真相，你才去明白说，当时宇宙给你的这个错过不是为了要伤害你、打击你，而是为了要去保护你。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会更加的相信宇宙的能量，你也会更加的坚定再往前走，因为你的前方出现了很多个机会。刚刚都说过，如果是单身的朋友，你们是有选项的，或者说如果你们在事业上面临一些合作的话，你们也是有选项的。在这个新的旅途中，在这个新的机会啊，其实真的是充满了无限的可能。那你们有的人，你们就会去思考过后做决定，无论你们是做哪一个决定，最终啊，我看见你们都是往一个让你更加内心平和、更加回归到初心、回归到本心的那个状况，就是你们做出选择之后，你的心会觉得很稳定、很安稳，不会感觉到患得患失，或者是说一直去思考那一条你们没有选择的路，不会你们就是会很笃定的往前走，而且相信自己所选的、自己所拥有的，不管是人还是事还是物，那个东西就是此时此刻对你们最好，也是你们最需要的。从现在开始啊，从你们听到这个视频，此时此刻开始，其实就是宇宙给你的提示你们正在慢慢的吸取正能量，把宇宙所有的好运都吸到你这边，跟随着这个能量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其实你们会看见更多的光，看见更多的美丽，看见更多的丰盈丰盛。你们接触到的人啊，也将是更加真诚的人。你们接触到的这些人际关系的互动啊，它也是经过筛选的，能够真正留在你身边的，绝对是这个质跟量啊，我觉得都是有一个很大一个程度的要劲，它是符合你当下已经突破、已经转化过后的能量的状态，他们也都是善的，他们留在你身边是要给予你最忠诚、最忠心的一个陪伴，他们是要来帮助你，他是要来成就你的，他们被你吸过来，某一部分也是因为你们本身的这个光芒真的太强了，他们沐浴在你的光辉跟光环之下，他也是要来成就你，他也会想要去贡献一些他身上的好的东西，可以贡献的地方，去促成你的这个能量圈更加的美丽，更加的闪耀。你们本身所显化出来的东西以及呈现出来的那个状态啊，其实就是不言自证，你不用去言说，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你们的这个状态可以说服很多人，让他们知道你的选择、你的坚持是对的，所以你才会有今天的这个成就，今天的这个达成。所以这一组的你们呢，真的要去相信你们自己，不要害怕去尝试，也不要害怕在尝试的过程中犯错，
因为当你遇到麻烦，或者说你不小心走错了路的时候，你身后绝对会有人跟你站在同一个阵线，他会在第一时间想办法去安慰你，想办法一起去解决这个困难，这个难题，而不是去责备，而不是去埋怨。过去啊，很可能你们在人际关系中经历过最崩溃、最绝望的时刻，因为你认为本该是你的好朋友，本该是你亲密的伴侣或是家人哦，竟然在你最受伤难过的时候袖手旁观，或是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或是一些言语跟态度让你觉得很心寒。可能过去你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是在这个新的能量中啊，你们身边的人绝对都是爱你的人，你身边留下来的绝对都是善的人。有些朋友你可能会说，如果我身边有一些家人哦，他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或者是说就是像是原生家庭啊，爸爸妈妈手足，这些关系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要怎么样从他们的互动中感觉到爱？其实宇宙这里有一个答案，就是也许你所期待的这个爱，他们不会以你想要的那个方式给你，可是你会在其他的方面看见他们对你的关心、在乎或者是连结。就是如果你要求100%的爱，也许对方没有办法给你，但是那个不代表这中间不存在的，那个并不代表这中间不存在爱，只是它可能比你想象的，或者说比你期待的还要薄弱，还要低而已。就是他们在爱人的这个能力上没有那么好，就是宇宙希望你去明白这件事情。当你明白之后啊，其实你又完成了一次能量上跟思想上的一个突破。在新的一年你们真的会有收到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好运，而且很多好运是你们之前种下的，你之前曾经在无意间帮助过的人，或者说无意间给过别人的一个微笑，可能是在他最艰困的时候，可是看到你的一个微笑，他就是觉得我更有动力了，或者说我今天得到安慰，得到满足了，或是你曾经写下来的一段话，你制作过的一个视频，或者说你在工作上完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任务，给后辈什么样子的指导之类的，什么样子的互动我觉得你们过去真的在帮助人，也让很多人得到安慰跟温暖。你们在送别人玫瑰的过程中，其实手也留下这个余香味，所以其实过去你们帮助的这些人，他们都要在你的未来以不同的形式回馈给你，可能不是直接的，那这个绝对是一个间接的，因为你在他们心中留下了一个好的能量，好的震动，这个好的震动无论是多小的一件事情，最后它会累积起来，并且会用复利的能量回馈到你们的生命中，所以你们得到的这个好运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这个就是你们过去种下的每一颗小小的善良的种子，因为你们的心就像是金子一样在闪光，在闪亮，因为你们愿意去做好事，或者是愿意去给这个世界更多的一个温暖。接下来我觉得你们会遇到很多，就像你们会吸引到很多人，就像一开始说的，你们就像磁铁一样，很多人会被你们身上的能量吸引，很多人会看见你的才华，他想要去帮助你，他很想要去推你一把，所以你会觉得哇，接下来的这个生命的境界，或者说生命的这个机遇，可能不是你当初设想的，可能不是你用脑袋可以去预料的，有这么多的机会，有这么多的无限的可能。好，以上就是有关第一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能量有符合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第一组的好运能量，祝福第一组的朋友平安健康幸福。好，我们下期影片见咯，拜拜。
Hello，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个能量状况哦。好，从你们的牌面上看起来啊，感觉上目前你们身处的这个环境中有一些跟你抵触的能量，以至于你每一天在跟他们互动的时候，你常常感觉到你的能量是被消耗的，你能量是一点一滴的在流失的，这个流失的速度远不及于你们补充能量的速度，就是他们消耗你能量的速度是很快的，而你要补充你自己的能量的那个速度反而是比较慢的，因此你就觉得你的精神状况好像越来越不好，或者说你越来越受到压抑，你越来越没有办法去发挥你本身本质的一个天赋，本质的一个想法。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有话想说，但是没办法说，不知道怎么说。好，那另外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心中其实一直有一个很清晰的理想，很清晰的梦想，你们想要去实现。比如说你们想要去买房子，或者是说你想要在财务上更加的独立，或者是说在目前的学业工作上达到一个什么样子的方向，特别是这个独立的能量我觉得很强烈。这一组的朋友可能你目前的状况是受制于某一个人，就是你的生活起居，或者说你人生的这个大方向，你是受到某一个团体、某一个组织，或者是某一个人的影响，他说的话可能会很大一个程度凌驾于你本身的一个自由意志，或者是说你本身的经济来源是要依靠着某一些人或是某一个人，其实你们非常很想要去达成一个心境上跟财务上完全的一个独立，那你们心中啊，其实也是我看到是有雏形的，有计划的，只是在目前的这个阶段，在当下，你们不确定你心中的这个计划有没有办法去实现。你们在回顾过往的时候，其实也会想到，其实你过去人生中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可是你在此刻当下却会有一种力有未逮的感觉，就是你想要去追，但是你又觉得好像差距过大，不管怎么追都已经落后太多，没有办法达到当初给自己设下的这个目标。我觉得你们的目标是蛮高的，蛮好的，也蛮远大的。那有的时候你们在回想起过去的时候，你常常会觉得那个最好的时间点好像已经过了，你在自己当初最美好的一个状态，你没有去做出一个最正确的选择，所以你们有一种觉得当下的这个状态啊，已经很难去力挽狂澜，已经很难去扭转这个局面了，所以你们心中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另外我感觉是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真的是好几年甚至到10年的这个时间啊，你们好像被什么样子的人或什么样子的事情困住了，以至于你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你都觉得你是在为人作嫁。有些朋友甚至是有到10年的时间哦，就是你觉得你在这10年中，你的付出、你的投资、你的金钱，或者说你的努力，到最后都不是直接的回馈到你的身上，很可能是被别人骗走、被别人拿走，或者是说你当初投资在一个不对的人或是不对的组织中，以至于你会觉得越往下发展，你越看不到前景，所以你们感觉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心有一个空虚感跟匮乏感。别人看你们好像外在各方面也都还 OK， 可是你自己很清晰的、很明白的知道内心中有一个东西确实是少了。其实你们知道你应该可以飞得更高，跳得更远，或者说在财富上达到更理想，特别是在物质上应该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可是你们没有去达到那样子的一个状态，很可能真的是过去的10年，或者说过去的好几年间，你们被束缚了，你们被困住了。好，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感觉上
你们目前已经有看清楚、想明白这件事情了，所以你们正在为了什么样子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身份所努力。有些朋友，你们想要取得某一个国家的国籍，或是说你想要去成为某一个学校的学生，某一个老师的研究生，或者是某一个人的另外一半，你们正在取得一个什么样子的身份或是地位，你想要在这个组织中达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头衔，或者是说你希望成为爸爸妈妈，就是你们好像很想要有一个身份上的一个转变。或者是有一些朋友，你们可能想要从一段关系中，一段有毒的关系中，一段让你不舒服的关系中脱离出来，重新的找回自己人生中的主导权，重新握紧你生命中的方向盘。我看见你们正在为了某一个身份、某一个方向努力，你们真的是已经尽人事，然后有一点点听天命的感觉，你们正在等待宇宙给你一些助力，等待宇宙给你们一些推波助澜。好，那另外这边还有这个正义牌哦，我看见过去啊，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你们是不是觉得有一种你的东西被偷走了的感觉，或者是说你被欺骗了，有一些事情的真相明明不是那样，可是好像三人成虎，众口铄金，被别人说的都好像跟真的一样，但你知道事情不是那样，所以你们有一种看遍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感觉，不管你怎么把证据拿给别人看都没有用，别人好像都不相信，以至于有一段关系，或者说有一个状况，它好像会让你一直内耗，或者是说你当前有一个歹戏拖棚的情况，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完结。好，其实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真的是人间清醒，你们是很聪明的，你们愿意去跳脱出来。其实很多人，你身边的很多人，他们宁愿活在谎言里，宁愿活在假象里，可是你们真的愿意去看见真相，发掘真相，甚至是揭露真相。这个你揭露的这个真相啊，很可能就是损及了某一些人的利益，或者是说剥除了他的假面具，以至于他想要去攻击你。他为什么想要攻击你？是因为他心中有很多的恐惧，很多的害怕。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绝对不要怕，因为你们本身是很有福报的人，你们是很善良的人，而且你们也是很有能力的人。你们是很善良的人，你们也是很有能力的人，因为你的善良，所以宇宙会选择来帮助你。而因为你很有能力，所以其实过去很多人他会请求你做一些事情，或是寻求你的帮助。就是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个性是善良的，然后你们又有能力，所以你们常常会被很多人看上，因为你们好说话，所以有些人会对你们进行情绪勒索，或是有一些人就是会想要寻求你的帮忙，想要去寻求你的资源、金钱等等的。而且本身你们是有能力的人，所以才可以提供给他们这样子的金钱、资源、时间、帮助、照顾，或者是说你们的外貌，可能你们自己把自己打理得很好，这个也是一个能力。对方受到你的颜值所吸引，靠近你，对方受到你的这个能力所吸引，来靠近你，然后你们又很善良。对于这种有黑暗能量的人，或是这种自恋型人格的人，其实你们真的是很好的猎物。所以过去有一段时间，你们可能真的是不小心在人生的道路上被某一个黑暗的能量所困住了，被某一个就是比较自私自利的人所迷惑了，所抓住了。你很长一段时间都把自己奉献给这个组织，或是这个人身上，没有得到你们应有的回馈，得到的东西可能都被那个人拿走了。所以很多朋友，你可能觉得我到人生这个阶段好像还没有看到我想要的成果，我觉得特别是在工作，特别是在金钱上的成果，你们真的想要有更好的发挥，以及更大的一个成就。
好，那在新的一年呢，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能量状态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转变呢？首先呢，我觉得最大的转变就是在于物质层面、物质方面的一个转变。很多朋友你们会选择一个跟目前比较不一样的一个道路，可能你们目前呢手边是有一份安稳的工作，或者是说你目前呢你是家庭主夫，然后你是仰赖另外一个人来供应你的一个经济。好，我觉得在未来啊，你们的在经济上，在金钱上会更加的独立，更加的自主。你们可能会走向一条稍微有一点点风险，稍微有一点点冒险的道路上去寻求你们的心之所向。这个冒险啊，对你们来说啊，我觉得它有点像是踏出你们现在的一个舒适圈，它可以让你的物质生活更加提升，而且会是以一个你更加喜欢的方式去吸引你所想要的金钱物质上的一个能量。而这个方式啊，它也是一个正道，就是它是一个不是投机的，也不是做一些欺骗的小道的事情，偷鸡摸狗的事情来赚取钱财。你们走的是一个正道，而且是大家会给你鼓掌，大家会给你鲜花的。你看这边有花朵，然后这边有奖杯，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得到的这个成功啊，是众人认可的一个成功。首先呢，你们的生命中会出现一个能够去提点你的人，这个提点呢，我觉得比较是来自于知识体系上的提点，而且它也会帮助你去爬书整理你的一个人生脉络。这个人，这个能量有点像是精神导师，他会去跟你对话，让你去明白说，你的天赋在哪里，你要怎么去把它发挥出来。其实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从小就知道你们是与众不同的，从小就知道你们是独特的，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你可能为了要适应当下的那个环境，一点一滴的，你的那个能量有一点被遮盖住了。你为了要融入那个环境，会把自己的独特的突出来的地方，好像把它修剪掉。其实这个精神导师他来就是要让你去明白，去唤醒你内在的力量。你会在思想上获得一个自由，获得一个全新的机会。你们不再害怕，你们会勇敢的往前走。你终于想起你本来的自己是喜欢什么的，有这样子的勇气跟能量去完成你接下来所要去完成的事情。所以这个精神导师啊，我觉得他能够协助你去发挥你本身的特长，本身的资质，你们能够去上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阶段，更不同的一个圈层。你们在工作、事业跟物质上真的会有很大的一个突破。那有些朋友，你们的这个能量啊，我觉得很像是在这个理财上，你们的投资上，这个是需要有一点点风险，可是因为你们选对了那个投资的项目，所以这个东西会给你们很丰厚的一个回报。好，那另外这边要提醒你的能量就是说，这边有一张敌意的牌，代表说其实你们成功的时候，会有一些人他会有一些嫉妒你，他会有一些想要去抢走你身上所拥有的东西。那出现这张牌啊，其实大家也不用害怕，因为上天，因为宇宙告诉你，其实属于你的那些东西是他们怎么抢也抢不走的。而且正是因为你们上升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所以才会身边出现一些羡慕你、嫉妒你的人。一举成名天下知，当你的名声，当你的光芒闪耀出去的时候，其实周遭的人在谈论你的时候都是一个羡慕的，都是一个钦佩的眼光。当然也免不了有一些比较杂质的这个能量，小人的能量藏在里面，可是他们真的是伤害不了你，因为你跟他是在不同的能量的圈层中，他是没有办法去抢走跟占有你本身所拥有的东西。其实他们会嫉妒你，或者说他们会去说一些你的坏话，
也是因为你们身上的这个特质，他真的很想要，可是他本身又认为说他没有你的这个运气，他没有你的这个资质，他没有你的天赋，反正他就是达不到，他没有办法达到，所以他只好在背后说你一些坏话，来去让他自己的心里比较舒缓一点，或者是说他觉得他用言语他去诋毁你就可以把你拉下来。其实当你们上升到了一个高度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去在意这些杂音，相反的，我觉得你们会去理解他或是同情他，你们不但会去跟他们计较，而他们说的这些闲言闲语也不会伤害到你。好，那另外我觉得你们真的是越来越在物质层面达到一个独立，很多朋友你们会完成初步的财富自由的阶段，就是你日常的这个生活所需，这些必须啊，这些就是那些主要的一些支出，比如说你的吃饭啊，你的这个买衣服啊，你这个交通费等等，水电费，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靠着你的被动收入来 cover 的，所以这样子算是完成了你初步的财富自由的阶段。你不用再担心说我今天要看老板脸色，我今天要看这个人脸色，其实就算没有这些，你们还是可以过着一个基础的生活。那如果你接下来多赚的，这个就是可以让你生活有更多的余裕，更多的空间，你可以去学你想学的东西，你想要去哪里玩，你是有钱的。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接下来的这个能量，我觉得你们会选择断舍离一些人，或者是这些人因为你们本身的能量已经跟他不一样了，他就会自动的被淘汰出你们的生活圈中。然后你们接下来的这个能量啊，接下来这个新的一年的这个能量啊，你们不再会去依赖单一个平台、单一个人、单一个组织，或是单一个人际网络、单一个社群来作为你的支持。相反的，我觉得你们的能量很像是一张网，就算有一个地方破洞了，或者是有一个地方暂时没有运作的这么好，你们也不会掉下来。你们有方方面面的保护，各方面是把你们这个能量场是保护起来的，所以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可以很自信、很勇敢的去走。好，那这边呢有一些讯息是，如果你们本身是做跟公益有关的，或是说跟美丽有关的、跟艺术有关的，跟医疗有关的，或者是说跟一些法律有关的，跟帮助人有关的，帮助人解决什么样子的问题，或者是说帮助某一个组织运行的更加顺利的话呢，这一方面的工作，我觉得宇宙会特别去加成，给你们福报，给你们礼物。为什么呢？因为宇宙真的是想要去透过你的双手，透过你的脑袋去让这个世界更加的美好，它就是透过你来去影响你跟你周遭的环境变得更加美好。好，这一组的朋友总的来说，你们的能量就像大树一样，会稳定的扎根，稳定的发展。你们所种的这棵树啊，不仅可以让自己吃得很饱，吃得很满足，还可以庇应很多人。我感觉到其实你们是蛮在意你的这个家人的，在意你们身边的，就是你所爱的人，不管是你的原生家庭，或是你接下来你现在已经拥有的这个家庭，我觉得你们其实是那一种会为家人默默的考量，默默的付出的。有些时候你们的这个默默啊，或者说你们的这个退让啊，对方可能都看不懂，或者是说看不见，因为你们真的就是很多时候在考量事情，在决策事情的时候，你们就会已经把对方考量进去了，因为这种习惯啊，或者说一直以来的形式都是这样，所以对方没有意识到这个是你们对他的爱，这个是你们的一个付出，你们的一个牺牲。今天如果换了其他人，他才会明白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们这样
都像你们这样，其实会默默的替对方着想，甚至我觉得这一组有一些朋友，其实你们就是很习惯的先去退让，或者是说先考量到对方，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哦，原来我在退让了，原来我把我自己放到比较后面了，你们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因为这个就是很自然的在你们的脑袋中的一个运行的模式。好，那我觉得接下来一切这个能量啊都将回归。所谓回归，就是你们过去付出的东西，它真的会以10倍、100倍的回到你们的身上。如果是单身的朋友啊，你们很可能会遇到一个跟你福德相当的人，就是这个人他也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他要进入到你的人生中，和你成为伴侣。然后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人哦，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在物质层面你绝对不用担心他会拖累你。而且少部分的朋友，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很像是金字塔顶端能量的人，你可能本身就是在你过去的那个能量状态中，你绝对没有，就是绝对好像想也不敢想说自己会到达那样子的一个圈层。可是当你们能量整个更新，整个能量转变之后，其实你知道吗？人生的机遇真的是妙不可言。你就是在这样子的因缘际会、一个巧合之下，甚至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是透过网络的方式认识这样子的一个人。好，他跟你本来真的不会见面的，在某一个平台上，在某一个网络上牵起了你们的缘分，他绝对是这个世界，或者说这个世俗大众眼中的这种非常非常好的人生胜利组。而且这个胜利啊，很大一个程度是来自于他本身的资质，他本身的一个头脑，再加上他是一个有福报的人，他很善良，他帮助过很多人，而很多人也愿意跟随他。我看见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哦，所以我觉得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之后啊，你们会变得很有钱，不愁钱花，你也会得到其他人的一个尊敬。这个人可能是在某一个专业领域上很受人尊敬的人，别人都要尊称他一声老师。所以其实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啊，你也被他的这个福报感染，很多人会对你很友善，因为曾经接受过这个人的一个帮助。好，那如果你现在已经在一个稳定关系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在关系里会得到你想要的一个东西。在你们新的一年你发展的这一段关系它是一个可以让你安心的关系，就是你在这段关系中你是受到滋养的，你可以安心的去发挥自己，发展自己。你们有一种好像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笑得很开心，就像孩子一样的能量，就像孩子一样在玩。你们在工作的时候事实上好像也在玩，就是你不觉得那个是一个让你厌烦或是很累的事情。同样的，你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角色感没有那么的重。所谓角色感就是好，如果你是爸爸妈妈，你是这个如果有小孩的话，就是爸爸妈妈很多时候在运行这个家庭的时候，就是变成每一个人做好他的责任嘛，然后都把自己应该负的责任做好，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多情感的交流，就是一个很结构性的、很功能性的组织。那我看到的是你们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就是在这样子的关系中，在未来这样子一个双方的能量的结合的关系中，你们迎来的能量是幸福美好，你们迎来的能量是一个滋养性的能量。在感情在人际关系你们的心情会非常的轻松，非常的快乐，而且这边还有很多玩耍的一个能量可能你们会去参加派对，或是说出国的能量是有，你们会计划一次令你非常兴奋，令你很期待的旅游，而且在这个旅游的前期那些前置作业讨论的时候，或准备东西的时候，感觉上你们的那个雀跃的
心情就已经酝酿，已经产生了。而且我觉得你们不会有那种就是有的人在旅途的过程中，可能你们两个都想要去同样的地方，可是想要看的景点不同，想要吃的东西不同，或者是说有的人要住这样子的饭店，有的人想要住不同形态的饭店，可是我看到你们就是整个能量状态是很和谐的，就是你们身边的这个人啊，他其实跟你有类似相同的一个想法，玩可以玩在一块，吃可以吃在一块，聊也可以聊到一块。所以对你们来说啊，感情不再是拦阻你、阻碍你去发展自我的一个栅栏，相反的，你们将会有非常多丰富跟富足的选择，在你新的这个情感的连接的这个关系中，我觉得你们会有很多的多样化的一个选择，是这个新的情感的连接带给你们的。那有些朋友，我看见你们会在现有的感情基础上，跟这个人有一些能量上的新突破。新突破是你们两个会一起去参加一些可能过去你们两个都没有参加过的那个活动，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会去一起学习某一个课程、某一个专业的领域。你们两个的这种理念啊，或是前进的方向会越来越一致，而且也会在这样子参与同一个活动的同时啊，我觉得越来越了解对方。过去有一些纷争，或者说有一些分歧的地方啊，慢慢的可以被瓦解。假设你跟你现在的伴侣曾经因为一件事情就是困扰你们双方很久，比如说如果你现在是跟你的这个长辈，就是跟对方的长辈一起住，然后你觉得很不自在，一直想要搬出去拥有你们属于你们自己的地方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你跟你的伴侣将会达成协议，你们在新的一年很有机会找到属于真正你的这个住所，你们的房子哦，或是你跟你的伴侣过去在金钱跟家事分工上，如果有什么样子的矛盾的话，我觉得很有机会会化解。这个化解是第一个，就是你们整个家庭的财富能量变多了，所以过去的问题就真的不再是问题。第一个是外在的宇宙的给你们的一个金钱上的祝福，第二个是我觉得你们的心态转变了，就是转变之后啊，你好像突然知道说，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跟对方说，然后我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其实那个意图是一样的，可是换个方式跟对方说，那个过去你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去跟对方沟通的，没有办法从对方那边拿到的，其实新的一年一切都有转换，一切都有机会。那另外啊，我想要说在情感在人际关系这一方面，你们不单单只是有来自于这个恋爱对象、恋爱关系、感情关系的这种爱，还有很多是周遭的朋友的，或是来自于你的宠物的，来自于你的这个家人的关爱，你们真的也会去感受到多方面的不同的人际网络给你的爱，让你觉得说，其实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被隔离的，不是孤单的一个人的，你是受到支持的，你会觉得你真的是受到很多人的肯定，你会更勇敢的去走，而且你也知道你在这样走的时候，你不用忍辱负重，你不用咬牙切齿，你不用好像以一个在跟世界抵抗的姿态往前走。我觉得接下来你们会很自信，而且会很柔和的往前走。那另外这边还有一个能量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好像有想要那种重新学习、重新进修的能量。有的人你是想要转职吗？你是不是想要去补足某一个专业技能，或者是说你们好像想要去参加什么样子的线上课程，去补足一个就是真的很接地气，学完之后马上就可以赚钱的一个技能，你想要去学习。或是有些朋友你可能真的是因为想要去国外，然后你是想要去给自己打造一个更好的
这种学历啊，让你未来好，你想要去不同的国家，或者说你想要去不同的这种跨国的公司工作是更加容易的。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在接下来新的一年这个能量中，你们会想要去学习，会想要去进修哦。不管这个学习是跟某一个人，比如说跟这个业界的前辈，跟一个老师傅去学习，或者是你真的会进入到一个学校体系，你去获得一个学位。那有些朋友你可能是透过某一个线上课程去补足你的技能。我看见你们真的有学习的这个能量，很可能也是因为你们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之后，你感觉到自己真的有些地方是不足的，有些地方是缺乏的，因此你会想要去更加补充自己的技能，因为你到新的圈层中会发现，对方有这个技能，然后别人有这个特长，你们也会想要去加强自己。我觉得你对于未来非常有期盼，非常有动力，所以你才会想要学习，因为你对你自己是有期许的。那很多朋友你会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啊，找到一群跟你志同道合的伙伴，有可能就是他可以成为你就是合作上一个资源的对接，一个对口，你们两个可以就是有一个人负责什么业务，有一个人负责什么业务，就是可以运行的很好，或者是说你们两个都在相同的道路上走，可以彼此切磋，彼此分享。好，这个是你们未来的一个能量。好，最后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宇宙有什么话想要告诉这一组的朋友哦。首先就是呢，你们绝对不用担心你的财务的状况哦，你们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一组朋友哦，你们正在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特别是你将你的能量集中在你想要做的事情上，你们其实会有很大的发挥，很大的创造，你们可以创造出任何东西，你可以创造出你的实相，你可以创造出你未来想要过的生活。然后呢，你们可以很自由，你们可以玩得非常的开心。我觉得你们会有一段很持久的一个伙伴的关系，就像前面说的，单身的朋友，你们正在吸引你的灵魂伴侣来到你的生命中，这个真的是你们过去到现在一直很渴望的一件事情。你们只要持续的朝着你们所想要的那个方向努力，并且对你诚实，其实你的指导灵的高我就会进来，他就会去清理一些你生命中一些低频的能量，然后你们的知识啊，你们的智慧啊，会让你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当你把越多的精神集中在你的职业，在你的工作上的时候啊，就会有更多的金钱稳定的一个流入。我听到宇宙告诉你说，其实他知道你们现在已经有足够的技能，足够的天赋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你们可以去着手计划了，着手去尝试了。在这个尝试的过程中，你们会慢慢的去明白，可能在某一个领域的知识，某一个领域的这个专业，你还需要去补足，那么你们就可以重新去学习，重新去补足这个知识体，这个你缺乏的部分。但是你不要觉得你现在是匮乏的、不足的而裹足不前，其实宇宙会去奖励你，当你往前走的时候，你绝对可以在前方得到你的那个奖励。当你去投入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喜欢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洋溢的这个热情，还有你脸上的开心，其实这个是完完全全不能骗人的。所以宇宙告诉你，你要让奇迹发生，唯有专注在你真心所想要的东西身上，就好像你已经得到它一样。如果你们现在正在等待你的愿望被实现，你必须要知道是什么阻碍了你们的愿望哦，绝对不是宇宙，因为宇宙是站在你的这边的，所以你要去看到底是什么阻碍了你。好，这一组的朋友，请你去追随你更高的自我，追随你的想法。
并且在你执行的过程中，给宇宙留下一些空间，让宇宙有空间去运行、去发展奇迹。你们注定会遇到一个爱人，而且这个爱人他是一个好人，他也是一个跟你能量相匹配的人。你这一生注定会坠入爱河，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你命运的一部分。如果你生命中不小心有一些假的这个灵魂伴侣出现，其实宇宙也会给你一些提示，告诉你说这个人不对哦，这个人跟你相处只是为了来互相学习，或是完成某一个业力的关系。在这样子业力的关系结束之后，你仍然可以去期待和适合的人建立起一个长久稳定的关系。你不用担心说我要怎么样子去找到一个适合的人，宇宙会用它的方式去传递给你，你只要让宇宙的能量进来就好了，因为你注定是要跟这个人相爱的。你们本身啊是一群有天赋的人，你们本身啊是这个时代很伟大的创造者之一，这个是牌卡的能量哦。你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地球，就是为了要创造，而且是为了你喜欢的东西而创造。没有人可以替代你，没有人可以成为你，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哦。所以你们要去专注在你们喜欢做的事情，在那个圈层中，你们是可以去拿到冠军的。你们不要觉得说我没有什么天赋，我没有什么特长。事实上去想一想，你们有某一方面，就是说可能有几项特长都是在人群中排在前 25% 或者说 10%。你把这些特长结合起来，你看看这3个特长，或者说是这3个特质的交集点是什么。这个交集点就是你们真正可以去做的事，发挥的事情。在这个交集点上，你们就是前 1% 的冠军。好，只要你们愿意去相信，愿意去前行，并且你们要把脑海中的概念化行动下来哦。接下来刚刚说过，有一些朋友你们生命中会有一些这种有一些敌意，有一些小人，不过真的不用害怕，你们也不用去处理它，因为你的高稳，你的指导灵就会和他们宣战，或是说他会去清理掉那些负能量哦。你们真的不用去担心，你们在未来的能量会充满了很多的欢乐，会洋溢非常多的幸福，甚至有这种喜极而泣的能量，而且你会很兴奋，就好像你进入到电影情节一样，你在探索，你在看说未来啊将会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发生。我觉得他的那个生活的步调跟生活的模式跟你遇见的人，他是跟过往完完全全不同的一个状况。这个旅程真的是一个未知的旅程，宇宙等着你去打开，等着你去看见，这是一条让你会去惊奇，让你会去不知道前方会有什么，但是你又会很开心的去前行的一条路。那在这里再强调一次，因为宇宙又再强调一次，就是你们不用担心钱，不用担心财务的状况。宇宙的这个财富是流动的，它会在适当的时候流向你，让你变得更加的丰盛。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选择成为最好版本的你自己，并且把自己的能量更加的扩张。为什么宇宙要帮助你们呢？因为一开始就说了，你们是善良的人，因为你们是有福报的人。宇宙知道当你得到那么多之后，你们不会死死的只把它揽在自己身上，你们会分享出去，你们会分享你们的快乐，分享你们的爱。那在这边呢，接下来在新的这个能量的来临之后啊，你们在下决定的时候不再会有一种稀缺的心态，而是连接到你们最丰富的一个源头。这个宇宙它是如何创造所有的星系，所有的银河系中所有的行星，你连接到那个最高的源头之后啊，其实你在做很多的决定之后的当下，不是一个匮乏的贫穷的状态，而是你理解到你很丰富，基于你很丰富，你很富足，你很有余裕的这个概念，你去做出人生中的每一个选择。
我看见在接下来的生命中，你们会腾出一些时间，腾出了这个时间，你要做更多你喜欢的事情，并且有些朋友，你可能就是腾出一些时间跟自己对话，并且去想象，或者是说你去看海，你去带一本书，然后喝一杯茶，你去放松，在这样子能量的放松的过程中，你们会跟你的指导灵，你会跟你的高我有更好的连结哦。这一组的朋友啊，财务的丰盛只是你们得到的礼物其中之一哦。很可能你们会运用这个礼物去偿还过去一些压榨性的债务，或者是说买属于你自己的房子，你自己居住的地方，或是你想要去犒赏自己，给自己一些比较好的生活的一个体验。好，这些东西啊，其实你显化出来你的实相背后，它是有一个道理在的，就是你们在金钱上的这个丰盛来自于前期你的这个努力，你的这个福报，你的这个善良，以及刚刚说过很多朋友你们会在专业上更加的充实自我，我觉得这个也很多包含了在这个财务上的这个知识哦。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是真的会去学习一些更多的有关于金钱运作的一个知识，或者说运营一个企业的一个知识，因为你们可能有自己在成立公司，或者说自己在做一些兼职。当你准备好去接收更多的金钱上的知识之后啊，其实我看到你们会去慢慢的发现一些你看似过去你以为是封闭的，或者说只对少数人开放的收入的管道，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收入管道其实是有路可以走的，或者是说你可以去找到在地球上更多的金钱，更多的资源，你去找到在这个世界上当前有什么是符合人们实际的需要的，然后你去做。当你去做的时候，其实这个能量就像滚雪球一样，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很可能你们会因为你的启动，你的出发，你去收到什么样子的邀请，什么样子的通知，或者说邀请你去参加什么样子的一个活动，这些邀请，这些讯息，或者说这些来自于不同人给你的合作机会，这个都是宇宙跟你沟通的一个方式。所以你们要去做，你们要去看见，你们要去跟外在连接，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保持自由，保持平衡，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去想一想未来你们将要获得的这些丰盛。无论现在你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其实在听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很多东西真的已经悄悄的在安排，悄悄的在布局了，只是你们目前可能还没有看到，可是在能量上真的已经在计划，在布局了，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你们都能够迎来你们最大的一个丰盛哦，特别是金钱上的一个丰盛。好，那就祝福选到第二组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状态哦。首先呢，从这一组的牌面读起来啊，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属于那种在跟别人相处上是吃软不吃硬的，就是别人好好的跟你说，其实你 OK， 你愿意稍微退让一点，但是如果那一个人他的态度比较强硬，比较强势，你就会觉得好，就算你是对的，我也不大想要去听你的，我就是要把耳朵关起来，或者是我表面上服从，但是内心其实很生气。就是这一组的朋友在你们沟通上，如果态度是和缓的，就是客气的，我觉得你们其实都蛮愿意听，也蛮愿意帮忙的。那第二个就是感觉到这一组朋友哦，你们在想东西的时候，想事情的时候，你们容易想得比较细，想得非常的，有时候甚至是到了比较枝节的一个部分。那你们常常会因为自己的这个想法而去折磨你自己，比如说关于感情对象，关于
跟这个人的互动啊，你可能会很去想说，他跟你说什么话，然后你怎么回，是不是哪一个回应不好？这一组的朋友可能在你们的心中有一个很潜在的一个想法，是你觉得你是不好的，你觉得你有些地方是不行的，以至于你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其实你们有努力的在拿出你认为是最闪耀，或是说让别人感觉到最舒服的那一面跟对方互动，因为你希望对方可以喜欢你，就算你不喜欢对方，你也是希望对方可以在跟你的互动中感觉到对方是对你有好感。就是假设你们去相亲，或是假设你们去跟其他人互动见面，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人，我觉得你都是希望对方给你的回馈是好的，你不会说我不喜欢你，就是你给我的反馈是怎么样都无所谓。你们基本上我觉得你们还是会去在那个场合，或者是说在跟这个新的有可能发展成亲密关系的对象的那个互动的场合中我觉得你们还是会很希望呈现出来的一个样子是让别人去喜欢的，但是你们内心又有一点点没有自信，所以有的时候你们会去想那个细节，想的比较细，包含了可能约会的那个场景，对方去做了什么样子的动作，你都会去事后一直去分析说这个代表什么意思，这个贴图代表什么意思之类的。好，那另外感觉上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之前或者说最近这一段时间3到6个月，你们的情绪起伏比较大，有的时候很开心，有的时候可能又是非常难过，或是突然就是想要大哭别人看上去你的外在可能是蛮有自信，或是说各方面都还不错，但其实你的内在，我觉得你蛮容易去否定自己，或是蛮容易去给自己一些自我打击。你内在自我对话的时候的那个声音很多时候是你还需要怎么改善，我哪里不足，这个好像是你们的一个设定的一个程式，就是你不由自主的会这样子去跟自己对话。看到别人拥有什么的时候，你就会想说那我要怎么样子去拥有。其实过去你们可能用这样子的思维模式去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样子的思维模式为什么会存在呢？因为它也帮助你不断的往上，不断的往前走。因为你们不是一个摆烂的人，因为你们会去想说别人有什么，你也会想要去增加自己的技能，让自己内在跟外在都变得更好等等的。这个确实是一个你们往上的动力，可是有的时候用力过头了，它其实会让你的能量在燃烧殆尽，就是有一点点反噬，变成侵蚀到你原本的那个自己。好，那这一组的朋友感觉上你们真的是等了很久，等什么呢？你们一直在等待你的好运到来，你们一直在期待这件事情什么时候才是真正属于你的时刻。因为过去该努力的也努力了，该尝试的也尝试了，好像真的就是等待命运之手把你推一把。因为其实你看一看你的身边，你可能会觉得那个人好，他没有我好看，但是他怎么嫁到一个不错的对象，或是他男朋友老公老婆对他很好，或者是说他没有我有实力，没有我努力，可是他今天怎么好像拥有的比我多，或是他拥有我梦想中的东西。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这样想，然后你们一直在等待时来运转，什么时候才是属于你们真正的这个大运呢？其实从牌面上看起来，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其实你们过去所做的一切都已经在为你们种下好运的种子，这个种子它正在发芽，它会长成一棵树。很重要的是，这棵树它最后会开枝散叶，会结果。这是一棵生生不息的树，它不仅可以庇荫你，不仅可以给你带来好运，它还可以为你身边所爱的人，你子子孙孙带来那种
长期以来的好的运势，长期以来的一个福报，所以你们种下的这个好运的种子，它是很厉害的，它最后生长的这个树，它是可以扎根很深，是可以长长久久抵御暴风雨，抵御干旱，长长久久的活下去。那现在呢，其实宇宙正在布局，正在准备了，有点像是我们去这个饭店，5星级饭店，可能金沙酒店，你要进去之前呢，他们会先铺好床，然后整理，做一些清洁，做一些打理，还有给你一些特殊的一些安排。从你的报到啊，到你的入住啊，实际这个体验的过程都是会非常舒服的。所以宇宙现在正在为你做这件事情，就是它要让你接收到的这个好运，它不是一个很两光的，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很舒服很舒适的一个体验，而且它是一个大的，它不是这种小确幸，你们得到的是一个大的回报。所以宇宙正在去做前期的这些准备的作业，然后去调整说，这个好运的能量是真的符合你当前你所需要的。等到准备好了之后，它就会邀请你进来，这个是从牌面上看到的能量。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关这一组朋友，你们将会新的一年将会有什么样子的好运降临，有什么方面，人生哪一方面会有一个很大的逆转呢？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一组的朋友啊，刚刚说过你们容易想比较多，就是你们的本质上是比较纤细比较敏感的。那我觉得在新的一年啊，你会发挥你本身的一个特长。很多朋友你们可能对于文字，对于语言，或是观察一些事物的细节、因果关系，怎么样子去理出头绪，怎么样子把外在一些杂乱的资讯整理，然后做一个好像分析等等的，这些东西都是你擅长的。所以我看到新的一年，你们很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成果表现，有很多的一个输出，就是把一些外在的资讯整理之后，通过你的身体、你的脑袋，你去产生一些作品，你去产生一些知识。比如说你们可能会去写文章创作，写歌词作曲，拍影片，或者是说你们去演讲，你们去出书，你们去产出什么样子的成果，这个成果是可以给别人看到的，是可以去影响很多人的，可以去改变很多人的人生，或者是说让这个世界，让看到的人，让听到的人更加的觉得有被激励到。就是你们产出的这个东西啊，是可以给人家带来爱或是快乐或是感动的。这是这一组的朋友看到接下来新的一年，你们会用你们的能量去做一些输出，而且这个是符合你原本的这个原厂设定的一个个性跟特质。好，那另外就是你们会接收到爱，这个爱比较像是来自于陌生人，或者是说跟你比较弱连结，没有说这么亲密关系的人的一个爱。所谓这个爱，就是他的一个微笑，或是他的一个回馈。有的时候我们说远水救不了近火，很可能就是在你困难的时候帮助你的，反而不是跟你那么亲密，或者说有一些血缘关系，或是有一些什么样子名分的人，而是他很可能就是刚好在你身边的那个团体中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陌生人，他给你一些鼓励支持或者是帮助。而且有一些朋友看到的是，可能这个人他的状态比你还不好，或者是说他比你经历过一些更遭受到打击的事情，可是对他来说，他愿意帮助你，可能是因为他淋过雨，所以他愿意为你去撑伞，愿意给你一些温柔。这个温柔，我觉得对你们来说真的是很大的支持，很大的一个动力，在你们最困难的时候得到的这些只字片语，或者说实际上生活的一些帮助，一些鼓励，让你们可以重新再站起来，重新去相信未来是有希望的，让你们的心中对未来有了期盼，所以你们会接收到来自好像
你身边的一些人给你的这个爱、关怀跟鼓励，这个会很大程度的去感动你。那第二个好运啊，你们在完成事情上，事情完成的这个完成度或者说时间上会更加的顺利。第一个就是在时间上进程会更加的快。可能你本来预期你现在手边要进行的这件事情会需要6个月，那在新的一年你会发现意外的很顺利，可能我就是可以5个月或是3个月就完成了，比你原先预期的那个设定的 deadline， 其实你可以提早一点完成，就是你们手边在进行的什么样子的一个专案，或是你想要去进行的什么样子的一个兼职，它需要有一些步骤或进程，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学习，你会发现你更快可以达到你原本给自己设定的目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有些朋友你们得到的不是时间上的好运，而是整个进程会更加的顺利，就是你可能预计要做一件事情，或者说必须要去做一件事情，但是要在完成的过程中可能会需要很多的疏通，或是你需要去转换很多的班机或之类的，就是你们可能当中的那个流程你一开始看起来或者说安排起来是有一些心里有一些压力，有一些不顺的，但是你实际上去做了之后，你发现刚好这边就是可以更快速的对接到，就是你不用走原本那个绕远路的方式，反而走着走着前面会有一条更快速的路，你就可以去选择更快速更方便到达的方式，因此在整件事情完成上，你们的心情不会那么阿杂，然后会觉得很顺利，整个心情也会好起来。那你们如果之前脑袋有一些烦恼的事情，想不通的事情，它可以实际的得到的疏通，得到解决。你们的困扰，特别是我觉得是实际生活上的一个困扰被解决。比如说有些朋友，如果你搬到一个新的居住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的交通是比较不顺的，那你们可能过去一直为了这个交通自由移动烦恼，接下来我看到新的一年这个困难，就是你们实际生活上的某一个困难会被解决。比如说你学会了骑车，你学会了开车，或者是说你们本来就会骑车开车，但是没有这个交通工具，那你们可能就是有办法去得到这个车子，让你可以去通勤，或者说在交通上更加的顺利，或者是说有人可以共乘，他是可以去固定的去载你。那有些朋友我看到的是你们在金钱上的这个困扰，金钱上的这个困难被解决了。比如说过去你们在财务上有一些漏洞，或者是说你觉得你目前赚的钱跟你的支出所剩的很少，或是根本没有剩，自己心里会有一些压力，你想要累积的更多。那这个状况我看到未来新的一年它会被解决。它是被怎么样子的解决呢？首先呢，你们在管理金钱这件事情的知识你们就是有能力去找到一个，就是有能力去连接到一个真的是比较善的这个知识。因为现在就是资讯很多，资讯爆炸嘛，有善的有不善的，有一大堆诈骗的。我觉得在新的一年很重要的是，你们可以去分辨，你们可以去连接到一个对你们真正有帮助的方案、资讯跟规划，让你目前觉得在这个金钱上有一点难以解决的困扰被解决了。那另外就是宇宙告诉你们，你们会有正财，你们的付出，你们的投入会得到回报，你们的工作运会是好的，只要你们肯做，只要你们愿意做，其实你们绝对会过得好的，只要你们愿意去投入，你们都可以得到你们应得的，甚至宇宙会加倍给你，因为你们的努力，因为你们的用心，因为你们过去种下的这个种子。好，你们可以在
有限的基础下去做一些事情，就像在贫瘠的土壤中仍然能够开出漂亮的花朵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这颗种子本身就是与众不同的，你们可以去开花，你们开出来的这个花，这个芬芳是可以影响到其他人的，这个就是宇宙关注你的地方，这个就是宇宙想要帮助你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芬芳，因为你们的香气会去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宇宙要给你灌溉，宇宙要给你滋养，宇宙要给你浇水，宇宙要给你施肥。好，那另外有一些朋友，如果过去在工作上，或者说在跟人际互动上，你会觉得这个人际关系的这个和睦相处，或者说要怎么样跟别人有一个很良好的互动，要怎么样子去处理一些错综复杂的这个同事间的情谊或同学间的情谊，对你来说，如果这一块是有困扰的话，我觉得接下来很大一个程度，在新的一年你们将不再担忧这件事情，主要是接下来你们会更加专注，你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然后你身边会留在你身边的人，会跟随你的人，他们其实都是支持你的，都是相信你的，你们不用去花太多时间去跟那些不舒服的能量相处，他们会自然而然的移除或是离开，可能毕业了，可能调职了，或者是说什么样子的一个组织的变动，以至于在新的一年我觉得在人际关系这一块会比较的顺畅。那另外也因为这个顺畅，其实你们更加的可以去展现自己，表现自己，我觉得你们也更有勇气向这个世界去宣示，去展现出你自己真实的想法或真实的样子。过去你可能一直都把自己藏起来，一直都去遮掩自己的光芒，有些时候你明明知道正确的答案，但是你不见得会去举手，因为你很怕大家的目光就很快的注意到你，或者是说你自己明明知道要怎么样子更快的做好一件事情，或是更快的有一个达成，但有的时候如果这件事情完成或达成之后会一下子引来众人的目光，或者会把你推到一个风口浪尖的话，你们很可能会稍微迟疑，稍微想一想，然后呢在做的过程中你就没有发挥自己100%的那个能力，你们反而会稍微退一点，因为你们不想要站在最前面，因为你们怕被攻击，你们怕被看见，你们怕被用放大镜检视，你怕站在上面的那个压力会觉得这个压力会不会持续一直跟着你。好，接下来我觉得你们真的就是完完全全的豁出去了，或者说没有想那么多了，想说什么，想表演什么，想展现什么，以及你自己最深层的一些表现欲、表演欲，或是你自己都不知道原来自己是有这个欲望的，你们会去表达出来，你们会去展现出来，你会去表达出自己最美好的姿态。很多朋友可能你会在你的外貌上，你去打扮的更加的精致，你会去选一些更符合你当前身形身材或者说气色的那个颜色或是材质的衣服。其实你们知道你本身的资质是很好的，只是过去你可能没有好好的去整理你自己，或是真的是太忙了。我觉得接下来你们整个人真是由内而外的精致，由内而外的一个美丽，别人看到你就会有一个焕然一新的能量。比如说好久没见的同学、旧同事、老同学，看到你都有一个很惊艳的能量。那这个能量也连接到了一些人，他们在默默的关注你是怎么样子的人呢？过去曾经你封锁过的人，或者是你被封锁的一个对象，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回来的能量，回来关注你，默默的关注你。有些朋友这个人他还带了一点后悔的讯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子去得到你现在的这个状态，或者说得到了你目前好像正在进行什么样子的事情，在发光发热的这个资讯。我觉得他心里是有后悔的，但是更多的是他的状况，就是他跟你比较起来，他的心理状态其实是比较不舒服的。他会觉得说当初可能他不小心在选择的时候，他选了另外一个对象，或者说他选择了他的工作，
选择他的学业或者是怎么样子的那个选择，以至于你们分道扬镳，他其实是有一些后悔的，可是基于面子，这个人又很难把他的后悔去说出来，所以他可能真的就是默默的在看着你的照片、讯息等等的文字等等的去想你。而你们呢，我觉得你们不但再会被这个人的能量影响了，你们反而更加的专注在自己现在想要做的事情。你们投放出来的能量是非常有自信、非常迷人，而且正在绽放的。这一组的朋友，单身的朋友，你们一定会有新的追求者，因为你们正在被关注着，你们会有很强的这个人缘跟桃花的能量正在靠近。这些人真的是因为喜欢你、欣赏你而靠近，他可能是欣赏你在事业上的一个表现，或者是说，你在社群媒体上写了什么文字，或是拍了什么样子的照片，什么样子的贡献，他很欣赏你，他很喜欢你，他很喜欢你这个人的本质，他很喜欢你的意念，或是对于某些事情的一个看法。因此我觉得你们会有一群就是复数以上的欣赏你的人，追求你的人。那如果你们是已经结婚、已经在稳定关系的朋友的话，我觉得这个追求的能量，它会转换成一些是他想要跟你去进行一些灵感上的合作，或者是说事业上的合作，或者是说项目上的一些合作、一些碰撞，因为他很欣赏你的一个做事方式、做事风格，你们都有相同的理念，因此他会跟你用不同的形式，你们两个会成为事业上的或者是休闲娱乐上的一个合作伙伴，也许是你们是一个同好圈，或者说你们是共同是什么组织，在为了什么样子的活动或信念所努力，或者是说一起去玩、一起去分享，这些的能量都有。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新的一年你们可以对自己更有自信一点，因为你们真的是很棒，你们就是要发光发热，甚至我觉得不单单是有自信，你可以更超过一点，就是你可以小小的自恋一下。你们真的是比较不擅长自恋或者说自我吹嘘这一块，可是接下来你们真的可以去试试看，你对于自我有更加的确信，你的时间价值绝对是珍贵的，你不要把自己好像是很廉价的去分割你的时间，或者是说很廉价的去提供一些无偿的一个服务是有价值的，很可能你们过去都一直在做一些服务，但是你们没有实际的得到金钱上的一个回报，但是不知不觉你这样子给，你没有收，因为金钱的能量它也是一个补进来的能量，你没有收，其实你会更加程度一个耗损。所以刚刚说过，你们会有正财，你们一定要去收，你们一定要去得到属于你的，你就是不要害怕去开口，你应得的你就去拿，这个才是正确的事情。因为你如果你是对的，你就要去做，这个就是一个正义的一个实现。好，那另外如果过去有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有投入感情在某一个人身上，或是有一些投资，或者说有去学习什么样子的专业技能，或是你有很长一段时间精力投注在某一个事件中的话，这些你过去的投入在新的一年它会有好的消息给你。很可能是你之前就是投了很多的这种面试在新的一年它会有一个好消息，或者说你之前学习投入很多时间在参与一个考试，或者说什么一个证照，或者说你在争取什么样子一个业绩，在新的一年这些你过去的投入都会有一个好消息呈现，会有好的一个回馈。好，那最后还有一个压轴性的好消息要告诉第三组的朋友，就是有关于金钱上，如果你们现在觉得说有哪一方面就是你想要去改善，或者说哪一方面你想要去增强，但是过去因为金钱的关系你没有办法去达成的一个愿望、一个梦想，接下来新的一年你们会有足够的金钱去完成、去做你想要去做的事情，推动你想要做的事情。那很多时候我觉得
这个金钱就是新的一年，它会给你去解决一些很实际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是已经有家庭的朋友，可能你想要给小孩上更好一点的学校，但是因为金钱考量，可能有一些东西没有办法去顾及。那我看到接下来新的一年，你们会有钱去做你们想要去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可以去用更少的金额去达成你原先所想要做的事情。这个也是宇宙给你们的一个丰盛。可能原先你想要去完成给小朋友加强的这个课程，或是什么样子的能力，你是需要付出这样子的钱，可是你可以去找到相同品质但是金钱又更好，就是这个更优惠，有什么样子的补助，或者是说有什么样子的团体在运营的一个这样子的方案，类似这一种，就是你们可以去，第一个就是有更多的这个金钱，你的升职，你的加薪，或是你的另外一半升职加薪等等的，因为你们比较像是正财，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得到的是正财，因为这个正财的增加，所以你们可以去更多让你的生活过得更加的有余裕，更加的充实。比如说有些朋友只是想要给家里去换一个新的设备，然后或是哪里想要去做一些装修等等的，或是你们想要去做一个旅行，比较长途的旅行，然后你需要一笔钱，接下来就是你们会拥有一个财运去改善你当前的生活的样态、状况、样貌，去完成你之前很想要去完成却因为金钱卡关的一个事情。这个金钱能量可以大大程度的改善你目前的，我觉得是实际的一个生活的样态，或者说在心情上你可以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愉悦，或者有些朋友真的是实际的去学习什么样子的专业技能。那刚刚说过，这个改善来自于你或你另外一半在事业上的提升，或者是说在兼职上的这个收入增加，合作案的一个增加，或者是原先你们去关注的那件事情，宇宙可以让你以更少金钱，就是更省力的方式去得到，这个也是一个丰盛，因为你们最后还是可以得到那个成果，用更轻松、用更简单的方式去得到，你不用去花那么多的支出，这个是宇宙给你们的消息，宇宙会带来这样子的惊喜，带来这样子有关金钱上的好消息到你们的生命中。好，那总的来说啊，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在新的一年呢，会完成一个能量上的升级，能量上的转换，你们的人生会开启一个新的篇章，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在未来这个新的一页啊，我觉得很多人会向你看齐，很多人在关注你，很多人在谈论你是怎么样子的成功，怎么样子的改变，或者说怎么样子的焕然一新。他们口中的你，很可能你去看他们这样子谈论你，都会不可置信，想说这个是我吗？对，这个就是别人眼中的你。他们给你很多的赞美，他们给你很多的欣赏，想要跟你合作的人也变多了，或是说你的桃花也更多了。我觉得欣赏你们的人一定会有很多这种好的合作的机缘，很好的这种牵线的机会，牵引的机会都会来到你们的生命中。其实你本身就像是一个聚宝盆的能量，你会吸引更多的有关于财富的，有关于爱的，有关于善的一个讯息。而且我觉得你们很重要的就是你们可以通过自己拥有的独特的知识、独特的魅力去传达你的经验。刚刚说过你们就是会去输出很多的知识，所以这个也是你们大量产出成果的一年，你们会有很多的输出。这个输出是关于你过去知识经验，或者是说过去感情经验上的一些累积，所以接下来它是一个爆炸性的回馈，爆炸性的成长，你将会去想通很多事情，你将会在很多不同的领域你都会有感触，你都会好像
得到了那个关键的钥匙，能够去很清楚的看透底层逻辑。那很多人，你们会被推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地方，这个更高的地方会让你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机会去做你之前只能梦想的事情。那这个完成啊，不只是物质世界的完成，更多的我觉得你们灵魂上真的是一个很满足的时刻。你可以自由的去绽放自己，你可以自由的去提升自己，你不会再被限制在某一个容器，或者是在关在某一个牢笼中。你可以，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最大最珍贵的事情就是你可以真实的去展现自我，而且你展现的这个样子是被接纳的，是被接受的。你们可以一方面自由自在的做自己，又可以得到金钱上的一个回馈，这个回馈可以喂养你跟喂养你的家人。你们没有必要说为了追求梦想好像你要饿肚子还是怎么样，这个金钱是实质上宇宙给你的赞赏，宇宙给你的一个就是你所理应得到的东西。你要先让自己过得好，吃的暖，然后就是吃穿用度啊，食衣住行都没有问题，这些东西绝对是基本的。所以宇宙没有要你说为了要去实现什么样子的一个梦想，要你去准节度日，要你去很辛苦。事实上这个金钱的能量它是祝福，你的贡献，你在这个世界的贡献去影响更多的人，这个金钱绝对会回馈到你的身上，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如果你们过去有那种金钱是万恶之源的观念你要把它移除掉。事实上为什么人家愿意把这个金钱流入到你这边？因为你提供给别人服务帮助，对于别人是有益的，别人喜欢的，所以这个金钱流动到你这边，因为你产出了贡献，产出了帮助，这个就是你们未来在新的一年很大一个程度输出给宇宙很多的美好，都会实质的钱滚钱回到你们身上。你可以用你得到的金钱去实质的改善你的生活。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解牌能量有对应到你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第三组的好运能量。好，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